今天我们要讲一个什么题目？讲一个现在非常非常普遍，但是可以说99%的人，甚至包括很多医生都完全搞错了方向的问题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身边很多长辈，或者是屏幕前的你自己，只要一过了50岁，这个身体啊就开始出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。什么现象？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上山下海，那是健步如飞，一脚跨出去那是虎虎生风。可是现在呢，走几步路就开始喘，爬个2层楼梯，那个腿啊就开始发软，像灌了铅一样沉，蹲下去系个鞋带，站起来都要扶着膝盖哼哼唧唧半天。你去照镜子，发现这一身的肉啊，它是松的、垮的，特别是2条腿越来越细，像2根筷子插在土里摇摇欲坠。你很紧张，跑去大医院检查，西医一看，给你抽血、化验、照片子，最后给你扣一个很时髦的帽子，叫什么？叫肌少症。然后医生会告诉你，哎呀，老先生、老太太，这是自然老化，没办法的，你的肌肉流失了，蛋白质不够了，回去多喝牛奶，多吃蛋白粉，多去健身房举铁练肌肉嘛。于是乎，我就看到好多人真的是很听话，回家就开始拼命的喝牛奶，甚至那种一大桶一大桶的蛋白粉往肚子里灌，天天逼着自己去健身房，累得半死。结果呢，各位同学，你们看看周围，或者问问你自己，真的有用吗？有的人可能练出来一点点样子，但更多的人告诉我，尼斯啊，我喝了那些东西，肌肉没长出来，反而是肚子胀气，消化不良，大便连马桶冲不下去。我练了那些器械，膝盖积水了，腰椎间盘突出了，整个人反而更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从一开始你们的方向就全搞错啊！西医的那个逻辑叫做缺什么补什么，这是最简单的直线逻辑，也是最笨蛋的逻辑。他们只看到了你肌肉少了，就以为是你没吃蛋白质，他们完全不懂。人体是一个精密的、圆融的、拥有极高智慧的国家机器。肌肉流失、腿脚无力，这绝对不是肌肉本身的问题，这是你的国家机器内部负责生产、运输供能的系统全面罢工了，也就是你的5脏6腑，特别是你的脾、肾、肝出了大问题。今天这堂课，我要用最直白、最简单的语言，把这个问题的根给你挖出来。你听懂了这堂课，你就知道为什么那些蛋白粉、营养剂很多时候不但救不了你，反而是你身体的负担，是让你加速衰老的毒药。我们要讲的不是怎么去修补一块肌肉，而是怎么重启你身体的生命之火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。首先，我们要把观念纠正过来。西医说肌肉萎缩是因为蛋白质合成不足，分解太快，听起来很有科学道理，对不对？因为肌肉确实是由蛋白质构成的，所以他们的方案就是给你原料，让你去盖楼。但我打个比方，你们马上就懂了。你的身体就好比是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，肌肉就是这个工地上要盖的高楼大厦，你吃进去的蛋白质、肉类、营养品就是盖楼用的砖块、水泥和钢筋。现在的情况是，工地上这栋楼盖不起来，甚至原本的墙壁都在倒塌，肌肉流失。西医跑过来一看，说：“哎呀，不得了，这楼怎么塌了？肯定是砖块不够，快把全城的卡车都叫来，拼命往工地上运砖头。”于是，一车车的蛋白粉，一车车的牛奶运进来了。可是他们忽略了最关键、最核心的问题：工地上负责盖楼的那些工人去哪里了？如果你的建筑工人，也就是你的脾胃功能，已经累倒了、罢工了、生病了，你运再多的砖块进来，有谁去砌墙吗？没有人。那这些堆积如山的砖块、水泥会怎么样？他们会堆在工地上，日晒雨淋，最后变成了一堆烂泥、一堆垃圾，挡住了道路，让整个工地变得脏乱差。这就是中医讲的虚不受补，这就叫食积，这就叫痰湿。你脾胃本来就虚弱，运化不掉这些高蛋白的东西，它们就会在身体里发酵、腐败，变成痰饮，堵塞你的经络，阻碍你的气血运行。所以很多人越补越累，越补舌苔越厚，越补肚子越大，道理就在这里。还有，除了工地的电力系统，如果断电了呢？吊车开不动，搅拌机转不了，你有最好的工人、最好的材料也是白搭。所以一定要记住，肌肉流失是表象，5脏功能衰退是本质。谁负责把我们吃下去的猪肉、鸡肉转化成我们自己身上的二头肌、股四头肌，也就是中医讲的气化过程，这才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关键。好，既然知道补蛋白粉是治标不治本，那什么是本？《黄帝内经》其实早就把答案告诉我们了，只是现在的人不读书，把老祖宗的智慧丢光了。
肌肉流失的真正元凶就是3个字：脾、肾、肝。我们一个一个来讲。一脾，你的肌肉制造厂，《黄帝内经》讲脾主肌肉，主四肢，这一句话就是金科玉律。中医的脾不是西医解剖出来的那个长在左边肋骨下面的小肉块，中医的脾是一个涵盖了整个消化、吸收、运化系统的功能概念，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。什么叫后天之本？就是你生下来以后，你能不能活下去，能不能长得壮，全靠它。脾就是那个建筑队长，也是那个加工厂。你吃下去的饭，不管是有机的还是无机的，是山珍海味还是粗茶淡饭，到了肚子里必须要经过脾胃的腐熟和运化，把它变成精微物质，也就是变成气和血，然后脾还要负责把这些气血像快递员一样输送到你的四肢百骸，输送到你的肌肉里去，这就叫脾为胃，行其津液。如果你的脾虚了，会有什么后果？第一，原料进不来，脾虚的人胃口不好，不想吃饭，看着肉就恶心，这叫纳呆。第二，原料加工不了，稍微吃一点东西就堵在胃里，肚子胀得像个鼓，这就叫顽固不化。第三，成品运不出去，就算你勉强吸收了一点，但是脾气虚弱，推不动气血往四肢走，气血都停在肚子里变成肥油，而四肢却得不到滋养。所以脾气一虚，肌肉必萎。你们看看那些肌肉萎缩的老人家，把舌头伸出来给我看，10个里面有9个舌头是胖大的，边上全是牙齿印，舌苔白白的、厚厚的、腻腻的，这就是典型的脾虚湿盛。这就像那个建筑工地，工人不仅没力气干活，而且工地上全是积水、烂泥塘一样，这楼怎么盖？这时候你还让他喝牛奶，牛奶是寒湿的东西啊，更是雪上加霜。你还让他吃蛋白粉，那是给累得半死的工人身上再压100斤石头。肾，你的生命发动机与力量之根。如果说脾是后天之本，那肾就是先天之本。中医讲肾主骨，生髓。很多人就问了，倪医师，你刚才说脾主肌肉，现在又说肾主骨，这跟肌肉流失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太大了。我们要看一个人有没有力气，其实看的是2个层面，一个是肉，一个是力。肌肉的形体是脾管的，但是肌肉的爆发力、持久力，那个劲儿是肾管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肾藏精，内忌命门之火。这个命门之火，就是我们人体的核反应堆，是生命的火种，是真阳。我们刚刚说脾是工厂，那工厂运转的能源哪里来？机器要转动，锅炉要烧水，那个火就是肾阳提供的火生土，这是五行的真理。只有肾阳这个火够旺，才能温暖脾土，脾这个锅里的饭才能煮熟。如果肾阳虚了，你门火衰了，会有什么现象？就像这个工厂停电了，锅炉熄火了，脾胃这个锅是冷的，你放再好的燕窝人参进去，煮出来的就是一锅生冷的泔水，根本变不成营养。而且中医讲，人老腿先老，肾亏是元凶。腰为肾之府，你的腰、你的膝盖、你的脚跟这些地方的强健，直接由肾气主管。你看小孩子，那是纯阳之体，肾气最足，所以他们整天跑来跑去，不知疲倦。人老了，肾气泄掉了，阳气不足了。阳气有一个特性，叫阳气者，精则养神，柔则养筋，而且阳气是往上走的。当阳气虚衰，他就守不住下焦，人就会觉得脚底发冷，走路像踩在棉花上，这就叫下虚。所以肌肉流失，特别是腿部肌肉流失，伴随着怕冷。夜尿多、腰膝酸软，那就是脾肾阳虚，是根基坏了。3，肝，你的精的滋养者。第3个，我们要谈谈肝。中医讲肝主筋，筋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肌腱、韧带、筋膜。肌肉要收缩，要产生动作，必须要靠筋来拉动骨头。筋就是那个弹簧，就是那个脾经。肝藏血，血充则筋壮。如果你的肝血充足，你的筋就是柔软的、有弹性的、强韧的。你的动作就灵活，反应就快。如果肝血不足，筋就得不到滋养，就会干枯、变硬、变脆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人腿还没怎么萎缩，但是走路僵硬，容易抽筋，容易跌倒，因为他的筋失去弹性了，像干枯的树枝一样。而肝血哪里来？还是靠脾胃运化出来的。所以你看，脾、肾、肝，这是一个铁三角。脾是基础，肾是动力，肝是枢纽。这3个只要有一个掉链子，你的肌肉就保不住。明白了病根，我们治起来就有方向了。这个方向绝对不是往那个罢工的工厂里硬塞原料，
我们的思路是：第一，恢复工厂运作；第二，重启电力系统；第三，维护传输线路。怎么做？我不推荐你们去买那些昂贵的骗人的保健品，最好的药就在菜市场，就在你的厨房，这就叫药食同源。只要你懂得他们的药性，用对了，他们的力量比什么进口药都强100倍。我给同学们总结了8样宝贝，注意听，记下来，回去照着做。第一，补脾第一圣药山药。如果你只能选一样东西来救你的脾，那必须是山药。但我说的不是菜市场那种脆脆的，那是菜。我说的是铁棍山药，表皮有锈斑的这种才有药性。山药这个东西太妙了，你看它长在土里，这就是土气，它色白入肺，味甘入脾，汁液粘稠入肾。它是一个能够同时补脾补肺补肾，而且不寒不热，性质平和的神药。健脾它能直接补脾气，帮你把工厂修好；固肾它那个粘的汁液能收摄精气，很多老人漏尿大便不成形，山药一吃就能固住。很简单，买铁棍山药，洗干净，不要去皮，皮也有营养，切断上锅蒸熟，每天早上代替一部分主食吃，或者煮粥，山药加芡实加炒薏米。注意，薏米一定要炒过，因为生薏米是寒凉的，炒过之后才能健脾祛湿。这一碗粥下去，脾胃舒服的不得了，湿气排掉了，肌肉就有生长的空间了。第二，补气之王。黄芪如果说山药是修机器，那黄芪就是给工厂通电，给工人打气。黄芪是补气第一药。很多人肌肉松弛下垂，脸上的肉也下垂，内脏也下垂，这叫中气下陷。黄芪有一个特殊的功能，叫升阳举陷，它能像一只无形的大手，把下陷的气给提起来。你的腿没力气，提不起来，就是气虚。黄芪能补肺脾之气，气足了，血就能生，肌肉就能得到滋养。张锡纯，民国名医，最爱用黄芪。他说黄芪能补气兼能生气。最简单的黄芪泡水，每天抓一小把，15到30克，用开水冲泡，代茶饮，或者黄芪炖鸡，鸡肉也是补气的。加上黄芪，那是双倍功效，这比你喝什么功能饮料提神都要好。第三，保温阳暖肾之血。羊肉前面讲了，内核是阳气不足，身体有寒，要扶阳，必须要吃温热的血肉，有情之品。哪样东西最温？羊肉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里说得清清楚楚，羊肉暖中补虚，补中益气，开胃健身，益肾气，它是冬天最好的补品。如果你是那种手脚冰凉、怕冷、一吃凉就拉肚子的人，羊肉就是你的救命药。这里我要推崇医圣张仲景的一个千古名方——当归生姜羊肉汤。当归补血活血，生姜温中散寒，一定要多放。羊肉大补虚劳，这3样东西炖在一起，那个力量直接把你身体里的寒气逼出去，把阳气补进来，你会觉得一股暖流从胃里一直走到脚底板，腿暖了，力量自然就来了。第四，以形补形，强骨健腰。黑豆中医五行，黑色入肾。你看黑豆长得那个样子，是不是就像一个小小的肾脏？这就叫以形补形，这是大自然的密码。黑豆被誉为肾之谷，它能补肾益阴、健脾利湿，它能填补你的肾经骨髓的原料，还能把你身体里多余的水湿给利掉。很多老人腿肿，吃黑豆就很好。醋泡黑豆，把黑豆炒熟，用陈醋泡1周，每天吃1勺，酸味入肝，黑豆入肾，这就叫肝肾同补。或者打3黑豆浆、黑豆、黑米、黑芝麻，早上喝1杯，头发黑了，腰也不酸了。第五，保肾之果板栗。有句老话叫腰酸腿软缺肾气，栗子强肾有健脾。药王孙思邈说，栗肾之果也，肾病宜食之。板栗是温性的，它既能入脾胃，又能入肾经，它专门治那种腰腿无力，特别是老年人走路打晃的风干生吃。每天早晚嚼几颗风干的生板栗，嚼成浆液再咽下去，这对补肾气效果最好。注意不要多了不消化。如果你脾胃实在太弱，那就做板栗炖鸡。第六，补脾胃长力气。黄牛肉，《黄帝内经》讲黄色入脾。你看黄牛肉颜色红黄，它是安中益气、强筋壮骨的佳品。想长肌肉，牛肉确实是好东西，但前提是你的脾胃要能运化它。黄牛肉能直接补充脾胃的气血，让你的原料库充实起来。番茄炖牛腩，为什么加番茄？
番茄酸甘化阴，能开胃，能帮助消化牛肉，中和牛肉的温燥，炖得烂烂的，连汤带肉一起吃，第七宝壮阳草。韭菜，民间又叫起阳草，这名字一听你就知道它是干嘛的。它性温味辛，它最大的特点是能温补肝肾，助肾阳。对于那种阳气虚衰、腰膝冷痛的人，韭菜那股辛辣之气能走窜行气，把阳气带到全身每一个角落。韭菜炒鸡蛋，鸡蛋滋阴，韭菜温阳，阴阳双补。但要注意，韭菜发散力强，如果你眼睛不好或者正在上火，少吃。第八宝，厨房里的保护神，生姜最后这一样最普通，但也最重要。生姜，孔夫子都说不测姜时，为什么我要把它列进来？因为现代人10个有9个半是寒湿体质，你们天天吹空调、喝冰水、吃凉菜，身体里全是寒气，在寒冷的身体里，肌肉是长不出来的，气血是冻结的。生姜就是那个开路先锋，无论你吃上面哪种好东西，我都建议你配上生姜，它能把脾胃里的寒气散掉，把消化之火点燃，火点着了，你吃的山药、羊肉、牛肉才能被转化。早吃3片姜，晒过喝参汤。每天早上切3片生姜，带皮能沥水，用开水冲服或者含在嘴里嚼。千万记住，晚上少吃姜。晚上是阳气潜藏的时候，吃姜容易上火，睡不着。讲完了吃，我必须要讲讲怎么活。很多同学说，尼师，我都照你说的吃了，怎么效果还不明显？那是因为你一边在补，一边在漏。想要肌肉长回来，双腿有力，这4条心法你必须守住。1，戒掉寒凉，严禁冷饮，这是我强调过1万遍的事情。你们现在的冰箱就是家庭制冰箱，所有的冰镇饮料、冰啤酒、刚从冰箱拿出来的水果，统统给我戒掉。你喝一杯冰水下去，你的胃瞬间就收缩了，你的脾阳瞬间就被浇灭了。那个肌肉制造厂的锅炉刚烧热，你一盆冰水泼上去，这机器还能转吗？寒气还会凝结在腿部，让你老寒腿、风湿痛。要喝就喝温开水。中国人就要有中国人的胃。2，烹饪之法，以温为贵，以烂为宝。脾胃虚弱的人，不要吃太硬、太难消化的东西，不要总想着用油炸、煎烤。要多用炖、煮、蒸，把食物煮得软软烂烂的，像婴儿辅食那样，这才是最养脾胃的。中国人几千年的智慧都在那一锅老火汤里，那是精华，最容易吸收。3，动静结合，为汗为宜。西医叫你去举铁，叫你去跑马拉松，我要告诉你，大汗亡阳。对于气虚阳虚的人，剧烈运动出大汗，是在消耗你仅存的阳气，汗血同源。流汗就是流血啊！最好的运动是什么？站桩、太极拳、8段锦、散步，这种慢运动能让你身体微微发热，毛孔微微张开，但不出大汗，这叫动则生阳。特别是饭后100步走，能帮助脾胃运化，这才是养生是睡眠。养肝血的关键，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肝胆经当令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必须在深度睡眠里，肝血才能回流，才能推陈出新。你天天熬夜刷手机，肝血都耗干了，筋就干枯了，腿能有力吗？子午觉一定要睡。中午11点到1点，小眯个15分钟，养心神。晚上11点前必须关灯睡觉。各位同学，今天我花了这么长的篇幅，就是想把这个肌肉流失的问题，从中医的根子上给你们剖析透彻。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小宇宙，肌肉的萎缩不是绝症，也不是不可逆的衰老，它是你的身体在向你求救，它在告诉你，主人啊，我不够能量了，我的火快灭了，我的工厂罢工了。不要再用西医那种缺砖头补砖头的笨办法了，不要再迷信那些冷冰冰的数据和化学合成的蛋白粉了。真正的力量源自于你强大的脾胃运化能力，源自于你充沛的肾中精气，源自于你通畅的肝血濡养。从今天起，把你的厨房当成你最好的药房，用山药、黄芪把你的脾胃工厂重建起来，用羊肉、韭菜把你的命门之火重新点燃，用黑豆、板栗把你的肾精填满，用生姜把体内的寒湿驱散，戒掉寒凉，规律作息，保持心情愉快，湿伤脾别想太多，做适合自己的温和运动。只要你方向对了，坚持下去，哪怕你已经60、70岁，你的身体一样会给你最好的回报。你会发现，你的胃口开了，大便成型了，你会发现手脚变软了，腰背挺直了，你会发现那双发软的腿慢慢的重新充满了力量，变得结实而稳健。
这种由内而外生发出来的力量，才是真正属于你的健康的长久的力量。中医的智慧就在于此，他不追求速效，但求根本。他相信身体的治愈能力，只需要我们给他正确的支持。希望今天的这堂课能把大家从错误的道路上拉回来。听众掌声。祝愿所有的同学都能脾肾双补，双腿有力，走得更远，活得更健康。我们下期见。如果你觉得今天影片讲的内容对你有一点点的启发，请不要吝啬你的赞，用力的按下去，并且把它分享给你最关心、最在乎的家人和朋友。你这个简单的动作，可能就在无形之中提醒了他一个重要的健康警讯，这就是功德一件。我们下期见。